位现场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讲座。我们今天呢要探讨一个值得深思的主题，单道业力是什么感觉？你是否曾经有过明明一切看起来很正常，但心里或肩上却沉重无比，好像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担？这种说不出的感觉，可能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业力不仅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过去，还可能是来自于与我们有缘的其他人。当你单道业力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问题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浮现，但却难以解释。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修行者来带领我们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他将为我们解开这些感受背后的因果关系，并分享如何在面对业力的时候找到平衡与解脱。还有另外我们邀请到了特别来宾佩如师姐现身说法，欢迎。好，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人班长。刚刚看到那个影片之后啊，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讲的因果业力或者说能量不灭定律，所以因果会单。你帮他把这个东西去掉了，它不会凭空消失，它会移转到某些人身上去。因果不灭定律能量也是不灭定律。所以呢，单道我们刚刚只讲单道，只有讲单道。那单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跟感受？我记得我们只有稍微提过，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据你所知道的单道业力，它展现出来的会是何种形态、何种感觉？我之前有一次，我好像有在那个通讯栏写过，就是跟我同事聊完天，那也可能就是在跟他谈论有关修行这方面的事情。那可能有些事情我讲的太露骨或是什么之类的。那我记得当天呢，我回家的时候，我骑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头脑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到家才发现我完全没有戴安全帽，就那种懵懵的感觉。对，然后完全是有一点恍神吧。好，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系，有关。不过我是觉得很扯啦，我沿途都没有戴这样。有关，这是属于轻微的。那各位有没有除了这一种懵懵的以外，你还知道那是业力，然后和比较重一点的感受，有遇过吗？还有一种是比较严重的一点点的，就是你本身可能没有感觉，但你的运势就开始受阻。运势受阻也是单道业力的一种展现，那这个要极强的觉察力。如果你的觉察力不够，你就觉得他的文拜你还不上，或许你都不知道单道了。这是另外一种展现的方式。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比较严重一点点的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肩膀一股莫名其妙的微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或者压得很酸很痛。然后你问小我跟你说单道业力了，有过这样吗？有吗？那你肩颈酸痛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法去除的呢？对我们来讲，它都是能量的一部分，负能量的一部分。那至于是单道跟不是单道，这个我讲不用去分别我们只要分析它是负能量，然后是担在我们的肩膀上的，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去惹到的单道的，但不一定是帮别人处理事情而单道的。我们只能这样子区分它就是负能量，它扛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必须要把它担起来的概念，这样听得懂吗？那至于是担到别人的还是自己去扛到的，这个就透过小我或者问小我，小我会跟你说明。另外呢，除了刚刚这样以外，还有一种不是我愿意去担人家的而是别人把负能量先放在我们的身上。等一下再教各位怎么清除如果光靠清理
清理不掉，等一下再教各位怎么清理。自己要先把自己的能量储备好，然后多余再给别人，千万不要让自己那个正能量挥发到殆尽。你电池放电放到没有电这颗电池很容易坏，不好充，你就充不饱，充不回来。所以自己应该最少要底线要留到 30%， 让自己的正能量最低达到 30%， 就不要再放出去了。以后要自己要做这样一个尊长。这个也是我们在训练的一个部分。听人家倒垃圾，千万别当垃圾桶。人家倒的垃圾，你要左耳进右耳出，不是左耳进内心收，那就不对了。你会变成垃圾桶，一天到晚吸这些负能量，你就把正能量给出去了，你就当一个交换机了，这是不对的人家在倒垃圾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看，让他倒，不是倒到你身上，而是倒到空气中，最后还是回到他自己身上，不是回到你身上。这个很重要。好，当你感受到压力，这些担在身上的这些东西，除了自己去担到以外，还有别人寄放在你身上，也就是可能你慈悲去让他借放一下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跟你很熟的朋友是他的东西，或者你的师父或者你的长辈暂时寄放在你身上，会有这种情况。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也是我的案例我那时候刚修大概不到3年那个时候帮我起灵的那位师姑我们还在那个道场修炼有一次我就发现我盘腿坐在地上，我整个人是爬不起来，那个2个肩膀快要掉下来的那种痛到不行。然后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位师姑，我连话都讲不出来了，我眼巴巴的看着那位师姑，很痛苦，我很痛苦的表情看着她，然后我就看她生龙活虎在那边东跑西跑，东跑西跑，然后她眼神对到我的时候，她就对着我很俏皮的说，我知啦，足重就啃一个死呢你懂他在讲什么了吗？他把他扛在身上的那些东西，他说我只帮他背了1/10而已，我就已经快趴在地上了。然后我那次给我的体会就是说，哇，原来担那个重担是这么的重，那肩膀要多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千万不要去担别人的东西，千万不要去担别人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要告诫千万别担的道理这是我发生过的。别人把东西放在我身上，那当然放在我身上他必须得拿回去，因为那不是我的嘛所以当你帮别人担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只是借放，记得要请他拿回去不然他放在你身上那是很重的好，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呢，还有一种状况是，不是只有感觉到重而已不是肩重，而是身体会有状况，健康出问题，会有这种状况各位应该还没有发生吧？已经有发生过这种状况，是因为因果业力担到别人的因果业力，或者因果业力的关系让自己健康有问题的，请举手。我一直常讲的是，我们要当心狠手辣的人，但什么叫心狠手辣？对别人来讲或许我们是心狠手辣，但在我的立场来看，这个根本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是我不帮你，而是他真的是可恨之人，所以我会选择不帮。但在别人眼里我是心狠手辣，我宁愿让人家说我心狠手辣，我也不去帮这件事情。这个就要靠经验了靠经验。然后再来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练好金刚体也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但重点是你必须要很有经验值啦，也就是做的事情够多了，你才能够去分辨这些事情。如果做的事情很少，光听课程，我告诉你没有用，你遇到你还是会去做，然后还是会担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它来自于你的个性
个性使然，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个性，你就很容易被某些事情所打动。每个人被打动的事件也都不一样，所以没法教，只能自我体会、自我体悟。这样听得清楚吗？再来呢，我要讲的是第三种。你以为除了帮别人会担到这些事情吗？另外有一种也会担到，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这个就很严重了。现在或许大家都还没有遇到，或许只有我遇到，但我要提醒各位，未来各位都是要帮人、要渡人的人，各位都会遇到，所以请现在就开始慢慢的建立好这个观念，你才不会未来遇到这种事情。也就是当你把你的法传出去了，别人使用了你的法去做了坏事，你也会担到。各位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各位注意哦，你教别人东西，别人把这东西拿去做坏事，你也会担到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哦。所以来，各位手请放下来这个只是要先给各位一些观念。为什么我敢这样传法？为什么我不怕担到？因为我练了金刚体。不过就算我练了金刚体，我今天还是中标了，我还是中了所以各位先把自己练好以后再传法。那传这个法，今天让各位知道，不是叫各位不要去传法，而是让各位要有概念。为什么我会这么严格？很多东西我坚持不教，很多东西我坚持要什么资格才能学。其实我就是在做一些筛选，做一些衡量。如果你什么法都教这种小小的法它很简单啦，那比较高深的，你如果就把它这样放出去了，然后这些人呢本身就第一不理解，或者根本就是白眼狼，或者他根本就不听劝，你教他1，他可以做到3，是不照你的方法，而照他自己的方法去做3的，很容易会把不好的东西会反噬到你身上来。所以请问各位听到这样有没有吓到，以后不敢传法了？如果这样说，把法传出去，教别人东西自己会背到会担到，你还会继续教人家的？请举手。对，不要被我吓到教出去自己会担到，你就不敢教。放心的去教，老天也会给你很好的待遇的。我的概念来自于什么？第一个，如果你教了1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去做坏事，你只担到了那1分，你有9份的福报去回馈你，不用担心所以不要被很多事情一听到负面你就怕死多多教人家好的，不要教人家坏的就好了。当然你教了9件不好的出去，只有教1件好的，那当然是一定会拖垮你自己，因为你教了不好的出去嘛这样清楚所以不用担心把好的教出去你会担到，只是我们很难防纵使像我这样已经层卡关了，层防了，还会遇到，那没办法，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我自己修到现在，我觉得这次我的身体这样子，那没有问题，我全然接受，该还的还是要还像我这次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很痛痛到不行，但是这个一真常说嘛，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所以我接受，我还。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开始这件事情，从去年三清宫一直到现在也拖了将近1年了，在8月底快结束了，8月底结束以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我宁愿接受。那这当中呢，该做什么样的准备，该还什么的，我通通去做那我也无怨无悔的继续在传承这件事情。然后呢顺便开这个课告诉各位，真的也会遇到，所以我们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当你的心理够健全之后，就算你遇到了，你也不会害怕这些事情。
好的，感谢班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单道业力是什么感觉，这个看似神秘但又真实的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议题。当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再次感受到无法解释的重担或者困惑时，这或许正是业力在提醒我们要更深入地审视自己，并用智慧去化解它。希望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智慧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南，并且在面对挑战和业力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感谢大家的参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班长还有佩如师姐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